想明天花儿会开放，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。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华似海洋，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。回首望路遥遥，多少行囊没能住人。抬头看，路漫漫，理想依旧绕前方。回首望路遥遥，多少脚印深深。就你这样，还上前线长美帝国主义？这么点事儿还能办砸了？怎么敢让你带兵？带着我的兵，小李，前线送死！要不等等，训人的和挨训的都在等你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师长，文化干事齐建华向您报道。政治部天天在宣传你的扫盲班，原以为是个老学究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了不起。我只是把识字的窍门总结一下。你不用谦虚，识字扫盲，天大的事。就拿眼前这位苗氏同志来说吧，让他抓个敌特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你自己说。师长，任务是我搞砸了，处分我也接受。所以您能不能说？是。我是错了，我一开始就没弄明白特务叫什么名字，完了我又看不懂命令书，而且我手底下的兵他们也看不懂。那您说我该怎么办？到了地方，我肯定先找一个认字的人问一问。但是我哪知道啊？村里唯一认字的人就是那个特务。所以。看什么看？你看看你这个态度，敌特都差点逃到船上去了。齐干事，今天让你来，是要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还没说任务是什么，你就敢保证？保证帮助苗氏同志脱盲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个保证。同志们，咱们识字呢，要先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。今天第一堂课呢，我们先学几个比较简单的，比如这个了，我们怎么记呢？大家看啊，我用这个绳子把自己勒住，了，像不像？像。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念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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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再看，这是什么？橡树杈。树枝。树杈。你说从去年年底板门店就开始谈判，这仗该不会不打了吧？枝，大家跟我一起念，枝枝。那装啥装啊？你听得懂啊？听不懂啊？这听不懂才听嘛。苗氏同志，请注意课堂纪律。这个念吃，吃饭的吃。要我说呀，没什么可谈，该打就得打。
美帝的飞机大炮对咱们的反斜面战术有辙吗？没辙，那肯定没辙。大家看，那不就完了？有辙没辙，有啥可谈的吗？打吧，那就。这个怎么念呢？我说的就是反斜面战术，你没这个念听懂啊？哥，哎，我说这个念哥。辽士同志，跟我念，哥，好，知道了。哥。哥，王连长到。校园，您找我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您呢，先进带动后进，稍微帮助一下苗排长。老苗的事儿我可管不了啊。再说了，我俩现在都是学生，这学生的事情，最好还是交给你们老师亲自解决。你是连长，他是排长，怎么管不了？前天他还是营长呢，那是我的上级，你让我怎么管？这次处分，他连降了2级，可不吗？当然了，这也不是头一回。哎，王连长，这老苗平时有没有爱好啊？他能有啥爱好？这大半辈子都在那儿打仗了。不过你要说这爱好嘛，平常他倒是爱听点什么评书啊、戏什么的。哎呀，不过也都是那些打打杀杀的，什么三国、水浒。我先走了啊。齐干事，你来，跟你聊聊。进来。坐下。齐干事，我知道，这个人书读的越多，就越爱嚼舌根子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把丑话也放在这儿，我老苗是个敞亮人。有什么意见向我提啊！不要在背后打我小报告。这你放心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还有，像马威就省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痛快，我喜欢。啊，这个，我想说什么呢？今天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老苗不想学认字儿，是我真的学不进去。你说你这些鬼画符，谁能看得懂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儿，是不是也影响其他同志学习？你说呢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呢，给我开个证明，就说我老苗啊，已经不忙了。这样，你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是不是就都不是问题了？啊？辽士同志，你这个叫做弄虚作假，欺骗上级。你说你这么一个书生，我这儿叨说了半天，你合着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呀？那我问你，你既然这么不爱学，为什么要来这个扫盲班？我没办法呀，我如果不拿到你的那个脱盲证明，对，我就没有办法去朝鲜打仗，就这么简单啊！你真想去前线，就请认真学习，争取早日摘掉文盲的帽子。哎，来不及呀！我跟你说，你别耽误我大事儿。这老苗，平时有没有爱好啊？平常他倒是爱听点什么评书啊、戏什么的。哎呀，不过也都是那些打打杀杀的。36计，这4个字我们学过。老苗，讲36计，今天先不按教材讲，咱们指战员认字啊，应该优先认和战斗生活息息相关的字。今天我们重点讲第1计，这4个字，有谁认识？天过瞒，什么？瞒天过海。
瞒天过海，瞒这个字呢，通常是隐藏的意思，但是这个字本身它也有闭眼的意思，所以大家看这个字里有一个木字，咱们回忆一下，我们学过的还有哪些字有木字旁？眼睛的眼，没错，眼睛的眼。睛，眼睛的睛。看你俩就知道眼睛。齐教员，教员，我还知道一个。王连长，你看，咱平常就是那个射击的那个瞄，没错，瞄准的瞄，那个就是一个木，然后再加上老苗的那个苗，是吧？苗排长，哎，要不你上来，试着把这个字给写出来。不，写不了。哎呀，怎么不行？我写不了嘛。哎呀，就是个木。行，你抓紧啊！第一季瞒天过海，第二季是什么？皮干事。哎，皮干事，等一下，老苗同志，哎，什么事儿？你这个书上写的是不是36计啊？你有兴趣？啊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把书借给我。问题是你讲的太慢了，你借给我，我让别人念给我听。那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把书借给你了，我怎么备课？那如果你真想听的话，我给你讲了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讲一个，把字儿全都认全了，再讲下一个。那不行，为什么？这得念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你还是把书借给我吧，好不好？要么这样啊，一篇故事，认20个字。我可是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在帮你，够意思了吧？老苗同志，你还想不想去前线了？我想啊，来，等一下。问题是你20个字也是太多了，5个行不行？15个，10个，一言为定。都是我们学过的，我们复习一下。苗师同志，明。用速成识字法教识字，必须走群众路线，因此教学的方法不能光依靠教人在课堂上讲解，另外还需要用各种方式组织和鼓励学员自己进行集体互助学习，这样才能在短时间之内取得成绩。老苗同志，哎，你都要噎死我了，口诀别忘了。手指字、眼看字、脑想字、口念字，这字连句，读书你得连起来。抛砖玉借，你想一想，借跟谁借？跟人借。苗别紧张。哎，老苗，这字儿写的挺慢，蛋下的挺快。趁喝，另外，还可以用举行测验、开成绩展览会等方式来鼓励和巩固学习。刘排长，真的考得不错啊！这分够低的呀！你看看我的，哎，你看看我的，看看我的。看什么呢？你们看什么呢？啊？这啥呀？这是不是这次考试的排名啊？你说这齐教员也是的，好歹咱们也都是有高低均值的人，你说你搞什么排名？不是你老挡着我干什么呀？我看看我在哪儿。我没挡着你，我什么时候挡着你？你别挡着我，你磨磨唧唧的。
电话。你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老子冲锋陷阵的时候，哪次不是冲在第一个？你算老几呀？你把我排在最后？你冷静点，这不一样，这是考试。你少来这套！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蒙我，骗我识字儿，然后让我丢人现眼，是不是？这一点都不丢人，排个名次，才能让你意识到你跟其他同志的差距，你才能进步。让我进步，你算老几呀？老子进步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？抗拒学习，公然闹事，只要是在战场上，我完全可以枪毙你。师长，我没抗拒学习，我学了，可他教的那些……别跟我废话，我懒得跟你掰扯。警员到，禁闭一周，把他带下去。是，不用。我知道禁闭室怎么走。齐干事，这是军官学习班，你考试就考试，发榜就发榜，排什么名次嘛？就算他姓苗的不闹事儿，你敢保证其他同志一定不会有意见？既然是考试，就应该有名次，否则对成绩好的学员就是不公平。你这是书生意气。是啊，你也这么说。什么意思？苗排长从一开始就对我有敌意，总说我是书生，说我是耍皮杆子的。在这点上，我要替苗师向你表示道歉。他不是针对文化人，而恰恰是因为没有文化和知识，他无法融入新的环境，所以心里有自卑感。苗氏同志的这种抵触情绪有它的特殊性，但在我们整个部队，这种情况有一定的普遍性。你想想看，这些同志大半辈子抱着枪吃饭睡觉，为了革命事业出生入死，现在仗打完了，枪林弹雨里活下来了，回头一看，这才发现耍枪杆子本事派不上什么用场了。所以他认为，像我这种耍笔杆子的，就是钻了空子，占了便宜。行了，这次任务没完成，我不怪你。去吧。师长，说实话，这段时间跟苗排长相处下来，我得到了不少教学的经验。但我也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知识与文化，不是能硬塞给别人的。麦排长，禁闭结束。老苗，出来吧。师长说了，下次考试再通不过，就别在部队里待了。你说什么？是我的建议。齐建华，我还向师长建议，你的脱盲考试，就是写一封自愿入朝抗美的申请书。只要你能写出来，师长会亲自帮你递交给上级。
老苗，我知道，像你这样连死都没怕过的人，为什么畏惧改变？为什么抗拒学习？你就算不适应，也要扛下去。你说你每次冲锋都冲到最前面，但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，就只能当个逃兵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谁是逃兵啊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们要继续跟帝国主义战斗，也要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战斗。这以后，知识就是武器，扫盲识字，跟新兵学用枪是一样的道理，必不可少。无论你以前打仗有多英勇，你当了这次逃兵，你就永远都是逃兵。你是个军人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到底要不要脱盲？说到底，还是看你自己。今天之内，给我一个答复。旗干人，我带这些过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是逃兵，我也不想做逃兵。我相信你，相信你能够帮我把文盲的帽子摘了。什么呀？速成识字法。咱们现在开始。师长，您定的标准会不会太高了？一个字都不准写错。你看那老小子气定神闲的，挺有底气的。那万一有点笔误，您真准备就让他复原？听老苗跟我说，他现在能认3000个字了。是。你就是按这个教他的？是。速成识字法。老苗的考试能不能过，现在还重要吗？齐建华同志，我替苗氏同志感谢你，也代表那些即将脱盲的同志感谢你。速成识字法，就是放到全中国来说，也是功德无量。
哎，我还可以教你们个小窍门啊！大家看一眼啊，看看我这手里是什么？对，绳子啊。我呢，把它往脖子上这么一套，哎，这个动作是什么？来，大家跟我一块儿念啊，了，哎，这一下就记住了吧？啊，嘿嘿嘿嘿嘿嘿。这是它，了，吃饭的，吃。